他让女主持人把签好名字的纸牌塞进牌堆，双手死死盖住。一阵白烟腾起过后，这张签名牌居然被完整封进一块实心透明塑料里。魔术师把塑料块装进纸牌盒，抬手往主持人手心一拍，拆开牌盒，里面空空如也。这就是华裔魔术师申林在美国达人秀一战封神的经典纸牌大戏。他是达人秀史上第一位华裔双冠王，同时手握2015世界近景纸牌魔术冠军，头衔拉满的顶级牌术大师。这场全程近距离无遮挡表演，到底藏着哪些机关与手法？揭秘之前，先完整复盘整场表演流程。节目现场，申林邀请主持人泰拉上台，全程见证。桌面摊开一副扑克牌，让泰拉随便挑选一张，他选中黑桃 Q， 魔术师递笔，让泰拉在牌面签下专属记号。签完，把签名黑桃 Q 翻面，插回手中牌叠中间，右手在牌堆上方轻轻一晃，原本杂乱的牌顶直接变成了那张带签名的黑桃 Q。申林拿着纸牌往胸口一贴，对着牌面吹一口气，手中黑桃 Q 瞬间变成一张纯白空白牌。紧接着，他拉开衬衫，消失的黑桃 Q 图案赫然印在自己胸口。泰拉当场满脸震惊，还没等观众反应，他双手往嘴边一收，刚刚不见的黑桃 Q 又出现在口中，被牙齿咬住。取下嘴里的签名牌，再次插进整副牌中间，双手反复揉搓牌叠。原本蓝底花纹背面的扑克牌，整体变成统一纯红色底色。扇形摊开整副纸牌，全场一眼看见，唯独中间一张保留，原有花底。抽出来一看，正是泰拉签名的黑桃 Q。申林把黑桃 Q 交到泰拉手里，让他双手合十，紧紧按住，不能松开。魔术师拿起桌上那张空白纸牌，单手紧握，快速晃动，空白牌再次变回黑桃 Q。泰拉松开双手，自己掌心压住的纸牌早已悄悄换成空白牌，双重置换视觉冲击拉满。随后他拿起整副纸牌，在桌面扫出12张，依次排开，纸牌背面拼接出完整箭头图案，箭头直指向桌角红色信封。申林将手中空白牌与签名黑桃 Q 一同丢在桌面，2张纸牌瞬间全部变为纯白，花色彻底消失。拿起红色信封拆开，内部还有一层黑色信封，打开黑信封，那张消失循环的签名黑桃 Q 再次出现，抽出纸牌再次插回牌堆，抽出一半纸牌扇形展开，整副牌全部变成无花色、无底色的透明塑料空白牌，唯有签名黑桃 Q 格外醒目。他把黑桃 Q 递给泰拉，让他亲手塞进透明牌叠中间，将整叠塑料牌平铺桌面，让泰拉左手用力压紧。下一秒，泰拉手下冒出大量白烟，烟雾散去，抬手，一整叠透明塑料牌和黑桃 Q 融合成一块完整实心透明塑料块。申林拿起塑料块敲击桌面，质地坚硬，声响清晰，递到泰拉手上反复检查。主持人全程找不到任何拼接缝隙，满脸疑惑。魔术师将整块透明塑料塞进标准纸牌盒，拿剩余纸牌在泰拉手心一抹，当场撕烂牌盒两侧，随手丢掉。方才装入盒中的透明塑料块凭空消失。看到这里，很多观众第一反应是近距离全程实拍，没有任何剪辑穿帮。主持人泰拉绝对是配合演戏的托，但可以明确告诉大家，整场表演不存在内应托，所有奇幻效果全部依靠特制道具搭配极速手部手法实现。现在我们来揭开这魔术背后的玄机。开场摊牌让泰拉随便选牌，看似自由挑选，实则桌面上铺开的一整副纸牌全部都是黑桃 Q， 不存在其他点数牌。全程没有给主持人、观众检查整副牌的机会，无论泰拉随手抽走哪一张，拿到手永远是黑桃 Q。网传申林胸口印有黑桃 Q 纹身，是前期预热节目镜头可佐证的细节。这一步是为胸口印牌效果提前铺垫。泰拉选牌签名的间隙，魔术师动作极快，完成换牌，趁主持人低头写字，偷偷把桌上全黑桃 Q 的道具牌替换成藏在桌沿、自带机关的第2副特制牌。这副机关牌带有折痕结构，顶层是一张翻盖伪装牌，正面视觉效果和普通多张纸牌一致。翻盖下方压2张纯白空白牌，再往下一张普通蓝背纸牌，剩余所有纸牌统一为红色底色。泰拉签好名字，把纸牌插回牌堆，实际只是塞在翻盖伪装牌下方。翻盖遮挡视觉，观众肉眼会误以为纸牌插进牌叠中间，只需抬手在牌堆上方做遮挡手势，同时向前对折压平翻盖牌。翻盖下半段露出，视觉上就形成签名黑桃 Q 自动升到牌顶的错觉。申林拿起牌顶纸牌时，一次性抽起2张牌，一张泰拉签名黑桃 Q， 一张纯白空白牌，2张叠在一起，观众无法分辨。抬手遮挡瞬间，把翻盖伪装牌悄悄丢到桌下，右手只保留空白牌与签名牌叠。抬手贴向胸口吹气，展示空白牌时，左手从衬衫内侧预先藏牌位抽出签名黑桃 Q， 只留空白纸牌在右手，配合胸口提前备好的纹身图案，营造纸牌印在身上的奇观。随后把空白牌放置桌面，左手将签名纸牌藏于衬衫内侧，顺势抬手送到嘴边，完成嘴里叼牌的反转效果。机关牌组底层本就全部是红背纸牌，仅顶层少量蓝底牌作为伪装。
将黑桃 Q 插回牌碟后，申林依靠滑牌手法，从牌堆底部抽出一张红牌，平移至最顶端。扇形摊开纸牌时，刻意避开末尾残留的蓝底牌不展示，观众肉眼会判定整副纸牌全部由蓝变红。收拢纸牌时，再将顶端红牌滑回底部，瞬间恢复大半蓝底外观，制造纸牌颜色反复切换的错觉。全程依靠单张牌移位完成，无需更换整副牌。泰拉双手按住黑桃 Q 的环节，全程没有真正把签名纸牌交到他手中。手部遮挡动作完成调包，递到泰拉掌心的从一开始就是空白纸牌，签名黑桃 Q 始终藏在魔术师手背夹缝。右手拿起桌上空白牌晃动，展示时手背夹层同步亮出黑桃 Q， 一张在前，一张在后，快速翻转，制造空白牌变身黑桃 Q 的假象。趁泰拉注意力集中在变牌瞬间，把空白牌混入自身牌堆，完成置换闭环。桌面摊出12张纸牌拼接箭头图案，依靠提前换好的第3副道具牌实现。这副牌底部12张印刷箭头拼接图案，中间全部透明塑料牌，顶层备有一张白底黑桃 Q。2张纸牌凭空变白效果，是一张原生空白牌，搭配翻面机关黑桃 Q， 翻面露出白色背面，形成双白视觉。红色信封藏牌核心原理是超薄磁铁，每一张黑桃 Q 纸牌内部都预埋微型薄磁片，信封背面预留隐蔽开口。魔术师拿信封扫过牌堆时，带磁的签名纸牌直接吸附在信封背部，全程不让观众看见信封背面。拆开外层红信封，内层黑信封，顺势取下背部吸附的纸牌，营造信封凭空变出纸牌的效果。展示一整副透明纸牌时，牌组末尾依旧藏有普通蓝底纸牌。摊开透明牌的瞬间，将蓝牌滑至牌堆后方遮挡，只展示中间透明塑料牌与显眼的签名黑桃 Q， 让观众误以为所有纸牌全部变成透明材质。把签名黑桃 Q 递给泰拉，插入透明牌碟，只是障眼法。左手同步将手中整套透明牌组丢进桌下收纳，快速取出提前预制的实心透明塑料方块。塑料方块中间预留细微缝隙，引导泰拉把纸牌塞进缝隙，视觉上像纸牌混在牌堆中。泰拉按住纸牌冒出的白烟，由魔术师绞控桌底小型电子烟雾装置释放。等烟雾散去，移开手，桌面上只剩下提前备好纸牌封在内部的成品塑料块。敲击塑料块展示坚硬质感，彻底打消拼接怀疑。透明塑料块装入纸牌盒后，纸牌盒底部为全开式中空结构。魔术师往泰拉手心拍打时，塑料块直接从盒底滑落，藏入掌心。最后撕毁牌盒丢弃，完成整段魔术最后的消失收尾。整场长达数分钟的近距离顶级纸牌魔术，没有拖，没有镜头剪辑，所有看似违背常理的奇幻画面，拆开道具逻辑后全部有迹可循。你觉得申林这套道具魔术哪一段反转设计最惊艳？评论区聊聊。